你只要 follow 这4件事情，我可以给你保证，你一定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树全，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里面，也愿意把下面的时间放在这边。大概几年前，我课堂里面总是有一班50多个人，有时候70个人，但是里面有一大部分的是来自大陆的同学。然后这大陆同学非常的可爱，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，走到哪里就一直跟在后边，一直问问题。走到停车场，他们都一直在写笔记，都在问问题。在其中有几个学生，有一位特别有趣，他的名字叫波波。波波很可爱，总是会问一些外太空来的一些问题，不知道他哪里想出来的。然后呢，在学期快结束的前1-2个礼拜，波波有一天在教室里面举起手，然后我问波波什么事啊？波波小声地说：“老师，跟你1年多了，你给我们这些音乐的作业，我们也做了。毕业之前该做的每一个毕业作品，我们都把它做出来了。那做完了这些音乐之后，然后呢？”波波问了这个话之后，全班同学突然之间安静下来，好像都在等着我给他们一个答案。因为我相信这些即将毕业的同学一定会感觉对未来充满了恐惧，然后看不到方向。波波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。波波继续的问说：“老师，你们在产业里面有没有一个什么 SOP？SOP 就是所谓的标准作业模式，是如何把你们的产品推到市场上，一步一步的推到市场上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标准的作业模式可以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做完了这些产品之后，作品之后，我们要如何把它推到市场上去？”我想了一下，我说：“波波，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，但是呢，你可不可以给我1个星期的时间，让我回去把我们公司里面的一些 SOP， 还有其他公司的一些 SOP， 我带给你一起来看，你看看我们这些产业，娱乐产业或是创意的产业里面，音乐产业、影视产业如何把这些东西放到市场上去。”隔了1个礼拜，我带了一捆一捆的东西，这里面只是一小部分而已。像这个节目叫做 Holiday on Ice 假日溜冰团，我就把这些资料，还有这些所有的宣传资料、广告，还有所有的这些标准的广告，好莱坞用的 SOP， 有的时候这像白雪溜冰团这么厚的 SOP 标准作业模式，还包括 technical writer， 就是所谓的工程规格，每一个项目写得非常非常详细，广告怎么做，然后主办单位要注意哪些事项，几百个项目全部都写得一清二楚。我把这一大堆一大摞的东西全部都带给波波看，然后放在桌子上，波波他们一个一个开始翻。但是当他翻的时候，我突然跟波波讲，跟周边的这些同学讲，你们先把东西放下来，因为每一家公司的 SOP 都不一样，而且每一家公司的成功也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背景，他们的财经状况不一样，他们的 niche， 他们的产业的专业也不一样，他们的资源也不一样，他们所面临的消费者也不一样，所以每一家公司都有不同的 SOP。波波，在你继续往下看的时候，我倒是有几件事情，我认为在你看这些 SOP 之前，更需要先做的事情。突然之间，这几位同学全部都静下来了。
我跟波波说：“波波，老师要你们现在都看了，大概有个概念，什么是 SOP 了。但是在你们去准备你们未来的 SOP 之前，我需要你做4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静下来想一想，你的最爱是什么？去做那个你真的最爱的事情。”波波，原因很简单。老师最早的时候是在太空总署工作，在一个很多人羡慕，在太空舱里面跟太空人一起工作。也有很多人记者问过我，说如果当时你没有放弃太空总署，你是不是今天会成为一个非常优异的科学家？这个问题常常我会被问到。不瞒你说，我想了一下，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，如果我没有去做一个我最爱的工作，我天天在太空总署只是混过日子，我绝对不会成功。但是当我去做一个我最爱的工作的时候，我是无止境24小时我都不会累。我早上一起来恨不得吃完饭赶快吃完赶快去开始工作了。但是如果你把我放在一个我做一些不喜欢的工作，我是想尽办法不去做那件事情。所以波波，在你将来要踏入什么方向之前，拜托，千拜托，万拜托，第一件事情，静下来想一想，你最爱的事情是什么？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那个让你做的再累，被人家唾弃，被人家嫌弃，被人家批判，你都不会感觉累的事情，那个才是你真的要去做的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波波，去一个对的地方。如果你的最爱是去做农业，去种树，去种花，你绝对不要来上海，也不要去北京，也不要来台北。你该去的地方是新疆，或是去宜兰，或是去屏东。如果你的最喜爱是金融业的话，你应该去的是香港，你应该去的是上海，而不是宜兰。如果你喜欢的是赌博业，你应该是去 Las Vegas， 是去澳门，绝对不要去北京。我这么一讲，我相信你就懂。全世界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产业，你要去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会使用到你的才华，你的每一个才华会被那边的人所肯定，会被鼓掌，会被激励的。你接触到的人是跟你是同样频率的人，所以呢，你想一想，你真的最想去的那个地方是哪里？往那个地方去，千万不要走错地方。因为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一个错的城市的时候，无论你是多么的努力，那边的人永远不会感激你的才华，也用不上你的才华。所以结论，当你想清楚你的最爱是什么的时候，搬去一个对的地方。如果你喜欢太空科技，你当然就去休斯顿。但是你喜欢电影，喜欢创作，你绝对千万不要去休斯顿。你该去的是去纽约，你该去的是洛杉矶，你该去的是上海，该去的是北京。同样的道理。所以去一个对的地方。当你到了一个对的地方，记住第三件事情，培养一技之长，在那个产业里面做到最棒。如何做到最棒？波波，记住哦，去参展，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你相关产业的国际大展。无论你是做动画的，无论你是做音乐的，无论你是做电脑，无论你是做 AI 的，无论你的最爱金融的，全世界做战斗飞机的，做任何一个产业，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
国际大展，你只要去百度、Google 搜寻，你就会找得到这些国际大展。然后记住一件事情，你走得越远，记住哦，你去的地方越远，你的竞争对手越少，然后你的机会越多。很多时候朋友都会说，台北市就有一个电脑大展。当你去那边的时候，你周边人都是台北市的人去那边参加那个大展。你到上海，上海有个电脑大展，你去那边都是上海的人去。如果你今天是来自于上海，那我就会劝你到法兰克福去参加电脑大展 ，OK， 去拉斯维加斯参加电脑，因为在那个地方你所接触到的商机，就看到无限的商机出现，无论是代理器材，无论是代理任何软体、硬体，各种的商机都会出现。你会说，老师，我到那个地方，我代理任何产品，要当人家代理人，是不是需要很多的钱？有很多的公司，他们迫不及待的希望你成为你那个国家、那个区域里面的独家代理商，甚至不需要什么钱，人家愿意先给你1年的合作机会，合作看看，有了成绩再继续续约。所以你去到任何的参展的这些地方，尤其是到这些展览的时候，每一个展览几乎你都会看到有产业里面相关的杂志都在那个地方，你就会收集大量的这些杂志带回来，你就会知道产业里面未来3到5年的动态，他们有什么新的科技出来，都在这些专业杂志里面，绝对不会在你一般的新闻上看不到的。你新闻上看得到已经是过去式了，你要的是未来5年那个科技的未来发展的，那个才是你现在要踏入的。在新闻上看到的所有的技术，都是5年8年以前就开始在研发的东西了。最简单一个例子 ，USB， 我们各种不同的插头 ，USB-C、USB 2.0、3.0那些，老早在5年，在你上市之前的5年，这些规格就已经出现，就已经在这些杂志里面在讨论，然后那些机器都已经在设计了，然后就开始在生产了。所以呢，各位朋友，去参加国际大展，就记住哦，你走得越远，机会越多，你的竞争对手越少。第4个，当你开始慢慢的赚到一点点小钱的时候，开始投资生财器具。这就是所谓在企管学里面我们常常讲的一个字，叫做 value added， 增加价值、附加价值。当你今天的客人来到你的工厂或者来到公司，你今天只能做这一小区这个小区块的工作。等到你一有钱的时候，无论是用贷款都可以哦，无论是用各种方式去采购一些更多的生财器具，这些生财器具就会帮助你提升你的价值，然后你本来是1个小时50块钱，现在变成60块、70块、80块，就慢慢上去了。你本来是做这2、3个客户的，因为你有了这些器材，你又可以更多的客户开始吸引进来。所以在企管学里面，我们称为叫做 value added。同样，就是当你有一点点钱的时候，老师以前也是去贷款，有办法贷款的就去贷款，没办法贷款的，我就用租赁的方式。什么叫租赁？租赁就是有些公司，你可以先把他的器材拿过来，可能先只是付个10%或者是20%的定金，然后每个月付他钱。到了第3年之后，最后再付个尾款，这个机器就是属于你的了。所以有很多的方式，你看到我这边很多器材，这是我私人的录音室，我没有开放给外面的人。但是我在我商业的录音室里面，90%的器材都是无论是透过贷款，无论是用租赁的方式，然后不断的一直增购更多的器材，让我能为更多的客户来服务，然后我的价值慢慢不断的提升。但是记住，当你有一点钱的时候，开始购买生财器具；但是当你有更多一点钱的时候，开始买房地产。原因很简单，让你的生财器具在白天为你赚钱，但是让你的房地产24小时你睡觉的时候都帮你赚钱。房地产，我自己给你一个提醒，在最好的地方买最烂的房子，千万不要在最烂的地方买最好的房子。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是川普先生讲的一个秘密，我只是把他的经验跟你分享。永远记住哦，在最好的地方蛋黄区、金黄的地带买最烂的房子，因为它会，这叫水涨
传高，就是在整个市场会把你的价值拉起来。所以就记住，我再给你几个复习一下。在你去看别家公司的 SOP 之前，记住 SOP 是参考就好，人家怎么写怎么架构，参考就好，看一看就够了。因为每一家公司的背景、经济的能力、人脉的资源、市场的对象都不一样，看了别人的 SOP 纯做参考。但是有4件事情，波波不要忘记去做。第一件事情，先静下来想一想，你一生中最想做的那件事情是什么，然后去做那一件事情，把它做到好。第二件事情，当你离开学校了，搬去一个对的地方，一定要把你自己放在对的地方。第三件事情，培养一技之长，把你的手弄脏，别人不做的你来做，然后去参展，然后去参比赛，去看杂志，把你的技术，把你的专业提升到产业里面最顶尖。第4件事情，慢慢的购买你的生财器具，有钱多余的钱去买房子，然后在买房子的时候，让那个房地产24小时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为你赚钱。然后就记住哦，一个不变的原则，在好的地方买最烂的房子，千千万万不要在最烂的地方买最贵的房子。 OK， 就这4件事情你一定成功，我保证你。当然一些基本的诚实对人，基本的一些这些东西都需要做到，但是呢，你只要 follow 这4件事情，我可以给你保证你一定成功。祝你事业一帆风顺。谢谢今天你们来到教室里面，下一次见，拜拜。